你是不是觉得行销现在越来越难做呢？为什么你的广告预算增加了2倍，进来的名单却还是像垃圾一样？为什么你在使用的业务手段 cold calling、cold email 这些招式已经越来越没有用呢？各位创业者、管理者，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残酷的现实：你的生意不好，这绝对不是大环境的问题，这绝对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你还在用5年前的剧本，却想要在2026年的今天取得胜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大多数的 B2B 企业现在还在使用旧的客户旅程地图，他们的访客从 Google 的关键搜寻到他们的网站，期待他们填写需求表单，再把这些需求转交给业务去做跟进，最后成交。醒醒吧，这条路已经完全行不通了。根据行销大师 Neil Patel 的最新数据，现在有超过26%的搜寻是以0点击结束的，这意味着你的潜在客户他根本没有点进到你的网站去，他们现在会直接问 AI， 请推荐我一间台湾最可靠的资安服务商，或者是台湾谁有最多的 HubSpot 导入经验，请推荐我一间厂商。所以如果你的品牌不在 AI 的推荐名单里面，你就等于失去了销售机会。请看一下这张图，这就是现在的战场，搜寻无所不在，你的潜在客户不再只有 Google 一个管道。年轻的采购者，他们可能在 TikTok 看短影音，他们也有可能在 YouTube 看评测，他们可能在 Perplexity 上面问问题。所以如果你只专注在 Google 排名 Google 这样的一个渠道，你正在失去50%以上的销售机会。嗨，我是Yvonne，我是哈巴博的创办人，也是企业数位转型的顾问。我曾经帮助超过200家企业做数位转型。今天呢，我会结合全球顶尖专家的实战经验跟数据，浓缩3个在2026年能够真的抢到订单、赢过竞争对手的生存策略。那我们直接开始吧。Okay, let's go. 策略1：夺回话语权，从 SEO 到 AI 优化。一直以来，我们竞争的是 Google 的搜寻结果的第一页，但现在我们要竞争的是怎么样才能够被 AI 引用。事实是，搜寻引擎优化 SEO 已经演变成所有渠道你都需要优化，也就是 Neil Patel 说的 Searching Everywhere Optimization。 而要怎么样被 AI 引用，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数位公关跟第三方权威网站的引用。这个绝对不是拼命的在自己官网写我们有多好，其实 AI 根本不信这一套。AI 的模型是通过读取网络上可信赖的第三方来源去学习的。数位公关 Digital PR 是2026年 SEO、GEO 或是 AI SEO 的一种新的方法。现在你需要出现在行业媒体的 Top 10的清单里面，你需要让行业权威的网站在他们的文章中可以提到你。当 AI 在不同的权威网站提到你的公司的时候，他才会认定OK， 这家公司是市场的领导者，他才会把你的公司的产品跟服务放入这个答案的推荐给他们的用户。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不要再讲你的专业行话了。以我们公司的服务为例，以前我可能会讲提供 RWD 响应式网页设计服务，或者是专业 HubSpot 的系统导入与客制化实施的顾问公司。听起来是不是很专业？但其实我的客户，我的潜在客户在 AI 问的问题是，我不想要在手机上有一个看起来很丑的网站，我应该要怎么做？或者是我的业务团队完全不想用 CRM， 大家还在用 Excel， 我应该怎么办？你怎么样推荐我好的工具？所以你可以利用 AI 去进行深度的客户研究，去 Reddit、Dcard、Thread，把客户真实的抱怨的这些原话挖出来，把这些客户语言写进你的网站标题里，讲客户听得懂的话， AI 才能把客户的需求跟你的产品对接起来。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第一步，打开你的 AI， 不管你是用 ChatGPT、Perplexity、Gemini 都可以。接着下一个指令，请扮演我的潜在客户，例如传统的企业老板，去搜寻 Reddit、Dcard 或是相关的产业论坛，
帮我列出10个他们在抱怨，比如说你的产品跟服务领域时最常使用的口语化的句子或抱怨的字眼。不要给我专业的用语，我要真实的碎碎念。第3步，当你得到结果以后，你可以替换掉你的文案，把这些原话放进你的网站之中，或是你的广告之中。面对 AI 冲击，行销人应该如何转型呢？我们现在有一个 Bubble Hub 的知识社群，里面有丰富的行销资源跟热门的活动，现在就点击资讯栏，可以免费注册哦。策略2，建立信任，用真人打破 AI 的信任危机。在 AI 时代的挑战是信任感彻底的崩解。现在生成内容太过容易了，网络上充斥的各种 AI 生成的垃圾文章、影片、图片，这导致客户的怀疑感来到了17年以来的新高点。但在 B2B 的市场之中，动辄百万、千万的预算，买家心里其实最害怕的并不是买贵了，而是买错了。他们可能会害公司损失，他们有可能让自己因此而被开除。所以呢， B2B 客户想要的是自己能够聪明的去比较产品，而且安心的下购买决定。但是冷冰冰的 AI 内容其实是没有办法给人安全感的，只有人才可以。所以在 AI 时代，你最大的资产就是你的脸，也就是你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 Video Marketing 影音行销在2026年不会再只是一个选项，而是 B2B 产业行销的必选题。所以不管你是创办人还是技术总监，你需要露脸，你不可以再躲在你的品牌 logo 后面的。真人媒体会成为 B2B 最重要的管道。你不需要高大上的制作，你也不需要厉害的摄影棚，或者是多厉害的拍摄技巧。先从简单的 YouTube 影片开始，你可以开始制作回答客户最常见的5个问题的影片，一步一步跟你的客户建立信任感。记住，在 B2B 领域里面，影片的重点不是为了要让你做病毒式传播，所以你不需要有几万的观看数，而是要让你的潜在客户在见到你之前就已经觉得他认识你、信任你。信任是 AI 时代最宝贵的资产，这也是把陌生人变成朋友，再把朋友变成客户的最快路径。策略3，漏斗已经失效，请瞄准 97% 的沉默市场。根据行销大师 Cybersubi 更大的市场公式的理论，停止追逐 3% 的准客户，真正的金矿在其他 97% 的沉默市场。在任何市场中，只有 3% 的人准备好现在立刻马上购买。然而大部分的公司将大部分的行销预算都投入在这片竞争激烈的红海之中，所以你必须要跟所有的对手争夺同一群客户，互相不断的厮杀，你的广告费会非常的昂贵。但其实真正的机会是藏在这 97% 的市场里。这些人他可能有问题，但是他还没准备好要下单，或者是他们不知道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将你的行销重心从 3% 的准客户转移到 97% 的未来市场。 3% 人表示他立即想要购买，他可能现在已经在 Google 上面搜寻 HubSpot 代理商价格，或是 Salesforce 的导入与费用。 17% 的人是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他可能正在收集一些资料，他可能会在 AI 上面问说，我们的公司的系统该换了，到底要选择 HubSpot 还是 Pipedrive， 哪一个系统哪一个工具更适合中小企业。 20% 的人或许他意识到了问题，但是他并没有积极的寻求解决方案。也许他们心里正在想，天哪，我的业务团队都还在用 Excel 记客户资料，每次要交接都乱七八糟的，其实非常的没有效率。 60% 的人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例如他们觉得我的 Excel 已经用了20几年了，虽然比较慢一点，比较没有效率，但是其实没有什么运作上的困难嘛，为什么要花钱导入一个软体呢？而我们要让他们知道的是，其实他们的竞争对手已经用了更好的自动化工具或者是 CRM 抢走他们30%的潜在客户了。所以我们不只要在行销上面获取需求，更要在市场上面去创造需求。你需要做到，当这 97% 的人准备好要购买的时候，你就是他们唯一能够想得到的专家，你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I gotta tell you, it was perfect.
perfect. 这是一种市场拓展的策略，透过教育市场的方式，而不是强迫推销。所以我们需要提供高价值的内容，譬如说有些公司会提供2026年的资安趋势报告，或者是像我们公司，我们会提供老板看得懂的业务仪表板的 template。 怎么执行呢？你可以依循这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你可以用 AI 来做研究，说客户听得懂的话。第二步，你必须要用真人来做内容，建立那些 AI 无法取代的信任感。第3个步骤，放长线钓大鱼，教育那97%的潜在市场。未来的 B2B 战场其实根本不是什么 AI 会取代人类的恐怖故事，而是我们要如何利用 AI 的超能力去处理那些人工重复性的工作，用 AI 解读那些冷冰冰的数据，来帮助你更聪明的做决策，让你能腾出这些时间去专心做只有真人可以做到的事情。你可以去跟你的客户建立关系，你可以多开好几场会议，你可以讲一个感人的故事，你可以去建立那些 AI 永远无法做到的信任感。当你的对手只知道用 AI 去生成垃圾文章时，你可以利用 AI 帮你节省下的时间，去拍一支真诚的影片，去写一封打动人心的信。这个才是2026年 B2B 产业的制胜公式。看完今天的影片，也许你可以开始尝试去问 ChatGPT 你的客户到底在想什么。现在开始走到镜头前面，跟你的客户建立起 AI 永远无法模仿的安全感跟信任感。最后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在建立信任感的这件事情上， AI 有一天会真的取代真人吗？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如果你喜欢这系列的影片，订阅关注我们 HubSpot 台湾的频道，你可以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通知。期待跟你分享更多的行销知识。我是Yvonne，我们下次见。